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宇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要先带你来看到百度热搜一度冲上第2名的新闻事件是日本的靖国神社被起诉。好，这是根据韩联社在12月23号的报道，说二战时期被日军强制征兵的韩籍遇难者的遗属，好，针对了日本靖国神社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其撤下擅自被核四的先人牌位。那遗属也向日本的政府跟靖国神社提起了索赔诉讼，要求赔偿总共是8.8亿韩元。好，那当然现在呢，日本的关系持续的在紧张当中。那当然不只是跟中国，我们也看到刚刚的这个百度热搜是跟韩国这边。好，那现在中日之间的复杂情绪似乎也挑动到了冲绳独立。好，因为有超过70%的冲绳民众是希望独立的。好，那当然也看到这位是冲绳独立政治运动家，他叫乌良朝助。他说由琉球、中国、美国跟日本缔结条约，那使得原琉球王国成为一个自治州或独立国家，使之成为一个非军事区。好，因为日本如果发动了战争，其实导弹也可能落到冲绳。好，这是现在他们最担心的事件。好，那我们也看到日本侵华的罪行说不容这个辩驳。那是中国大陆这边也做了这个中央档案局公布了俄国转交的苏联审讯日本731部队解密的档案材料。那就再次的证实说侵华日军实施了细菌战，是有组织、有预谋，而且自上而下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好，甚至日本的爱知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广中义成，他特别讲说731部队表面上叫做防疫给水部队，但实际上负责研发细菌武器。那日本侵华罪行这一个事实是无可辩驳。不过日本很多年轻人其实已经不知道这些历史了，当然就是教科书上面没有特别的讲，毕竟他们也不想要承认有一些不太好的过往。好，但是呢，我们看到高市也要推进的是修改安保3原则，但是市民团体不买单要求政府要坚守无核3原则。好，我们看到高市早苗就强调嘛，要推进修改安全保障的相关文件。好，那日核爆的受害者跟市民团体也就组成了废除核武器日本运动。那向外务省还有防卫省提交了请愿书，要求明确表态，坚持把无核3原则要作为国家的方针。所以可以看到高市早苗他目前正在冲撞的就是日本国内有些民众的敏感神经。好，因为过去的这个二战历史大家都还历历在目。那屋漏偏逢连夜雨现在在日本这个福井县正在进行报废的核反应堆发生了事故。好，那这是含有放射性水出现了泄漏，有数人遭到辐射。那发生事故的前一天日本最大的核电博奇一宇核电站还正式的获批重启。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当地的民众现在这画面是表达相当不满，聚集抗议，表达诉求。那近日日方在包含涉核问题上面动作频频，包含重启核电种种的行为，那都是日本对国家战略能力进行了扩容的表现。好，那当然我们看到日本其实除了现在在内政部分最大问题恐怕就是经济。那日本最大的危机要来了吗？有分析认为日债占了 GDP 的260%。好，那过去30年的零利率、负利率都借出了一大堆钱，所以不少都在亏钱了。加上又加息，那高市甚至我们知道它提高了军费嘛，那日本的优势产业也正逐渐消失当中。好，所以高市早苗上台之后有分析觉得他不是踩刹车脚，而是直接冲上去，把油门焊死，那猛烈的往太平洋的深处冲去。那甚至现在经济的问题，我们刚才之前也讨论过了，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比较差，所以在关
观光产业上面哦少了陆客，这也会对日本的经济造成影响。好，那玉渊谈天啊，甚至也讲到高市的言论引致了负面影响。那日本右翼正将日本经济拖入泥沼。他认为高市的一系列言行的背后逻辑非常的清晰，也就是第一个，国内的经济结构问题解决不了，增长停滞。那第二个就是推出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反而吓坏了债市，推高了风险。那第三个则是不同出发点堆出了这个政策相互在打架，让亟待解决的问题反而悬而未决。所以高市早苗等右翼政客的嘴硬跟日本的经济脆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他们的丑态更加无所遁形。好，那我们看到详讯的报道是日本人的人均 GDP 在 OECD 的排名创下了最差的纪录，因为2024年日本的 GDP 换算为之后是33785美元，那在经济合作跟发展组织就 OECD 的38个成员当中排第24，那跟之前最低排名就是2023年的22又往下滑了2位啊。所以日本其实现在不管是在政治上面或者是在经济上面，其实都没有比较好。好，但是呢，日本的民众对高市早苗是非常买单的，所以我们这几天一直讲，而且民调是很高的，但是恐怕危机就在后头。好，我们一样先问赖教授怎么看？先看一下韩国人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哈，是因为韩国有很多的民众，他认为他们的很多人是被日本人强制去征兵的，他们是心不甘情不愿，不是自愿意的啊，是被日本强制征兵战死了，他们内心里面充满了恨。那他们对日本人的恨，然后呢被日本人强制征兵战死了以后，竟然被放在所谓的军国神社，好像他们是自愿为日本效忠而牺牲生命的，他们觉得这是他们最大的耻辱啊，他们的羞辱，所以他们要求日本要道歉，而且要把他们的牌位下降。他们怎么可能会放在一个敌国的这个军国神社里面，好，然后为敌国去打这个韩国人，去打中国人？他们觉得这是一件人类间最难堪的事情。你看，我觉得给我们台湾很多的启发啊。那他们现在要告了，那我们当然希望说他们判决出来，那看看日本政府怎么去面对这些耻辱的一个地方。日本的年轻人不愿意面对他们的过去的历史，那是他们的自己的事情，他们要对自己的事情负责任。为什么？因为当他不愿意面对的时候，他很有可能就会走向他的这个祖父、他们的先辈所走的路。更何况他不愿意面对，他就要面对未来，他可能也会同样犯错。我觉得这个都是他们要自己负责任的。琉球本来就有完全的权利，它本来就有。事实上，在美国把日本也就是说，好，美国结束对日本的统治，把权力交换给日本的时候，琉球并没有给日本，琉球它完完全全有权利复国。我以前在政大外交所教书的时候，我也教过一个琉球的学生。那我一看，国籍是日本的，我就说你是日本人，他说老师我不是日本人，我是琉球人。他很明白，他是研究生，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我的研究生有一位也到日本去做一些田野调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在琉球绝大部分的琉球人，他是主张要复国的，但是由于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把很多的日本人把他迁到琉球去，所以现在的琉球很多地方他并不是琉球人，他是日本迁过来的我想，可是你只要问琉球人，他都想要复国，他不是独立，他要复国，恢复他的国际地位，恢复他们的国家地位，这个是完全有权利的。我觉得目前来讲，大陆也开始往这个方向在推，俄罗斯或是美国，我觉得看哪一天美国能不能说服他也来推这个工作。那731部队是不容狡辩的，高市早苗要狡辩，那我觉得他只会让这个事件不断的被提起来，因为你认错了，大家才会原谅你，原谅这个事情就不会常常提。你越不认错，那就要常常提，要永远告诉你你错在哪里。我想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他们基本上来说，他们不会在乎老百姓的生活，也不会在乎老百姓过得好不好，因为日本的贫富差距事实上是越来越大。您提到有关于，这是日本内阁他们自己公布的最新资料，在昨天公布出来的。
他们公布的一个最新资料就是日本的人均所得已经只剩下33000多美元，比韩国人少，韩国是36000多美元了，而且韩国已经开始在摆脱日本了，所以等于是日本的人民平均所得它是越来越穷的。2015年它被大陆超过，然后接着被德国超过，看起来可能再过2-3年，印度也要超过它了。所以它未来可能会排名第5名、第6名、第7名往后排。我觉得日本的军国主义者继续执政，它就会让日本一直走入越来越加的衰败。好，介大使怎么看？其实这个韩国这些民众哈，他去告这个日本的靖国神社哈，其实这也不是2次大战的时候之前啊被日本殖民的国家啊的第一次做法。我们如果没有记忆很清楚，2005年的时候，我们立法院的高金素梅委员啊，就率领他的族人啊，非常多一起去日本靖国神社抗议。那时候的这个口号就是“还我祖灵”，因为日本人把当时在台湾殖民的时候强征的台湾的原住民啊，他们成立一个部队叫高沙族义勇兵，义勇军。然后把他强征送到南洋，送到很多战场去，因为原住民非常的善战。可是呢，他们原住民反抗日本的这个在台湾的这个殖民统治的时候，他们用毒气，用最现代武器消灭了很多原住民。我们最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雾社事件，莫那鲁道整个被灭族。可是呢，日本需要打仗的时候，就把这些原住民强征，然后送到前线去当炮灰。那日本战败以后呢，还居然把这些高沙族的日本强征的这些我们原住民的战士把他的灵位放到这个日本的这个靖国神社里面，没有经过任何台湾原住民的同意。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证明我当时的这些都是我的属民，都是我殖民地的人民，我有权征募你们去打仗。你们反正当时愿不愿意，我把你征到战场，死了以后我都跟你牌位放到他的靖国神社。那这个就对于这个台湾原住民就认为这是一种侮辱。我的祖先被你强征到这个战场上当炮灰，你把死后还把它放到你们日本人的庙里面去拜，这些祖灵是我们原住民的祖灵，所以不准你在里面随便把我们的祖先没有经过我们同意，把我们祖先当作日本兵一样拜，来这些要拜。所以呢，当时不但去还我祖灵运动，在日本的靖国神社前面我们的原住民在高金素梅委员的领导之下，穿着我们原住民的传统服装高声拿着扩音器要日本人还我祖灵。日本人很羞耻，那日本老百姓也没有任何反应他们心里面自己上知道，而且自己要知道自己是理亏对。那另外一方面呢，高金素梅也告了日本的首相，认为他是违反日本的宪法。当时首相就是现在小泉进次郎爸爸，那个小泉进次郎爸爸那时候首相，那告他什么？违反日本国宪法，因为他当年去参拜了日本的靖国神社，认为这是违反日本国宪法。所以呢，韩国现在这些同样的情况，他们也被日本人殖民统治。日本人也把他们被强迫征去当日本兵的祖先把他放到神位，放到日本，不经韩国家属的同意就放到靖国神社，这对韩国是进一步的羞辱。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日本这个国家常常不顾其他国家其他人民的这个感受一意孤行，就跟现在现在的高市早苗一样，又犯了他的老毛病了。好，舰长怎么看？我们看到日本年轻一代为什么对于第2次世界大战日本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悲剧其实这么样的无知那其实是因为他们修改了教科书，他们对于侵略中国，他们叫做进出中国。那我们从此就可以知道教育的力量而且他们改也不是最近改，他们已经改了20-30年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年轻一辈，他们觉得他们才是受害者他们挨2颗原子弹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因为他们不知道当初从918事件他们开始，他们给了中国人是多么大的苦难
那尤其我们讲到731部队的时候，其实731部队我们刚刚有讲到细菌战、化学战，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人体试验，也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很新的医术啊，例如说没有胃可不可以活下去？其实当初的731部队就做过这样的试验，然后而且是由活人来做，而且那个人是健康的。那他在有关于细菌战呢，他就是研究这一些炭疽病毒在多高的高空上面，以什么样材质，那最后研究出来是陶瓷啊，然后把这些跳蚤撒那个的这种陶瓷炸弹丢下去的时候，多高的高度可以造成最大的散布？他们在研究这个还有没有人性啊？所以我们这样讲啊，如果现在我们不谈这件事情，我们的下一代永远不知道当初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到底遭受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待遇啊？怎么样被侵略的？如果我们现在不记得，未来还会在那个蒙受这样的苦难呢？那至于说有关于琉球的部分啊，那其实琉球的状况有跟金门马祖有点像啊。为什么？也就是当美军不断的撤出第一岛链，然后进入第二岛链，也就是进入到我们讲到的关岛啊，或者是天宁岛的时候，也就是日本在琉球这个地方，实际上的驻军越来越少，也就是没有消费了。那这个消费呢，其实这个美军基地的收费，那个收入呢，已经降低了5.7%，而且事实上，美军的基地跟台湾的军事基地不太一样，他们不出来消费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形成一个社区，他们自己有学校，自己有 PX 的这些大型的卖场，他们自给自足，就像治外法权一样。所以其实给当地带来的这个经济成果其实是很少的。那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看到冲绳的独立政治运动家他的一个计算的话，现在冲绳自己的无论是营业税啊，或者是个人的所得税啊，所得的所收的这些税收已经高于日本的一个援助了啊。所以他们说，如果在于经济能够继续维持现在这个状况的话，而且这个美国的部队全部撤出的话，他们未来会更好。不过这正好踩到了美国的红线，美国正好要用第一岛链来遏制中国，所以我们讲到说有关于冲绳独立的这个部分呢，对不起，是琉球独立的部分啊，其实不太可能，因为复国啊，是要有琉球王国，那个实际上来讲，跟美国的国家利益是有违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是。好，观众朋友，我们要持续带大家来讨论到是这个美国的经济哦，因为现在看起来有人认为是谁画下了那一条的斩杀线呢？因为现在美国存在着这个一条从中产滑落到底层的斩杀线。那这个斩杀线就是指说很多的美国人的财务是属于一个比较紧平衡的状态，也就是如果一旦遭遇到意外啊，这个财务就会马上跌破到一个临界点。好，那美国的社会也会用一连串的机制来迫使它流落街头，所以就说美国现在经济陷入在这个斩杀线当中。那你可以看到是进入到了百度的热搜，一度是到了第4名，大家也很关心美国目前的经济状态。好，那美国的媒体啊，《华尔街日报》也是特别的报道中国这里啊，说啊，它虽然正在缩小跟美国在全球科技主导地位上面的差距，但是经济的许多问题领域却困难重重。说尽管在科技、军事上面都有不少的进步，但中国仍然相当的脆弱。好，这是《华尔街日报》特别强调的部分。好，那我们也看到彭博啊，就说啦，这个中国的
这个晶片零关税嘛，说啊，这波潜在的新关税锁定的就是中国制的基础型晶片。说这类的晶片虽然不如 AI 领域所需的先进晶片，但是应用面非常广泛，涵盖的是汽车、飞机，还有医疗器材跟电信等领域。那美国的贸易这个代表署也宣布嘛，要针对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成熟制成的晶片，要课征新一波的关税。好，但因为中国试图以不公平手段来主导全球半导体产业，所以这个关税措施要延到2027年的6月才会正式生效。好，那但是还是引发了中国大陆驻美的大使馆不满，说中国仍然反对滥用关税。那全球的半导体供应链是由市场动态跟企业选择所形塑的。好，那刚刚说到它的关税要推迟到2027年，尤其是晶片上面，那大家就认为说是希望以换取谈判的空间，那最主要的当然莫过于稀土。路透分析这个举动就被视为在法律上面亮剑，但是策略上面却流戏。那一直就是在牵制中国晶片产业发展的同时，那也为关键的稀土谈判更广泛的贸易磋商留下了一些回旋的空间。好，那当然美国是玩两手啦，那他至少愿意这个往后，有人认为他也算是示善意。那美国现在还是希望能够有稀土吗？那个稀土它要超英赶美啊，现在是要超越中国，但是中国其实已经研发很久了，而且这个加工的技术恐怕美国还没有办法这么快的赶上，但是他还是要准备看看这个山。好，那个山是战斧飞弹，因为如果没有山的话，说恐怕会失准。那现在还要怎么样来挽救这个危机呢？因为这个山很特别，它几乎都只有在中国加工，而且全球超过85%的各种稀土磁铁都是中国生产，所以今年中国对于部分稀土实施出口管制之后，这个供应给美国的国防承包商的山也被切断了。好，那怎么办呢？结果这个美国的国防承包商赶快找到一批尘封数十年的欧洲老库存虽然暂时撑住了美国的飞弹精准度，但也凸显华府在稀土自主上面有一个结构性的困境。好，那中国对多项的稀土金属实施出口管制，当然是意外戳中了中美之间精准武器供应的要害。好，那美国的关键供应链非常的脆弱，现在危机感爆棚。那美国在稀土、电池等关键产品上面发现哇，原来这供应链这么脆弱，那使得美国人非常有危机感。纽约时报更表示说为了打破中国稀土的垄断，美国政府应该大量的补贴企业来进行稀土开发还有加工。但是美国现在的困境跟中国比起来真的差蛮多了。中国大陆是从从容容我们看到法新社就说了，这个江西的赣州是中国的重稀土的中心产区。那重稀土的提取难度更大，但是价值更高，广泛应用在耐热磁铁、战斗机、发动机、飞弹引导系统跟雷射等尖端的领域。所以现在有个稀土界的黄金乡就在江西的赣州，它赋予中国的战略优势。那我们昨天也特别讲到了无人机的部分，现在确实大疆已经被美国列为了受管制的清单。那这据报道 FCC 表示，那就是大疆还有所有外国制造的无人机跟这些零部件列入了一份认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清单，而且禁止批准新的无人机型号对美国来进行进口或是销售。那中国大陆这边当然说你美国又在泛化国安了。但是大疆无人机在美国的市占大家知道是70%以上所以其实它影响的部分蛮多的。华尔街日报说这是70%到90% 的市占率所以你看到很多的人他是反弹了，全美有将近50万名获认证的商用无人机驾驶员对这个禁令强烈的反弹。那他们是说这个跟国会议员还有白宫寄信来求助，担心自己依赖中国制的无人机生计将无以为继。那因为目前并没有西方生产的替代无人机可以用。那不少无人机驾驶也开始囤了市售的大疆无人机电池还有备用零件。
那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还甚至对无人机有进行限制，那引发了美国大豆的种植者担忧，因为他们说尊重维护国安的立场，好，但是我们也需要尊重使用这项技术的农场还有农业。如果我们不能使用这项技术，那还能做什么呢？好，大豆这件事情对于川普来说，恐怕又是一个心头最软的那一块因为大豆的问题一直都是这个川普最大的难题。那你现在无人机跟大豆又做连接了，会不会有影响呢？我们要先问赖教授。当然会有影响啊。我们过去常常在听到所谓的美国梦啊，其实美国梦啊，它之所以在很多就是很长的时间对很多发展中的国家或者地区有吸引力，是因为美国它最支撑它的是中产阶级的强大，也就是说中产阶级的比重很高。然后你要进入中产阶级，在美国并不难，你只要努力、认真、勤奋，然后略微一点聪明就可以，你就有办法挤入中产阶级。可是现在的情况，美国梦为什么快速的消退？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它的中产阶级一直被压缩了，而且被压缩到越来越窄的一个情况。目前第一个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啊，美国有钱人太有钱了，但是穷的人太穷了，而穷的人他的比重越来越高。无产阶级就是你刚刚讲的断裂线，一直被挤往这个中产阶级的断裂线一直被挤往无产阶级走，所以他慢慢的就是说从原来有房子变成没有房子的这样的一种窘境。然后如果再加上他的失业，他的存款又不多，所以他很快的就流入了这个无产阶级这样的一个情形，美国梦就慢慢的就消退了。我觉得这个是对美国来讲是一个讯号，可是问题是现在看起来他们还是无解。您提到有关于说突然间美国又宣布在昨天嘛又宣布说2027年就是后年后年6月要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课关税，那大陆当然一定会反对一定会表示反对。可是问题是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分析已经出来了，他们认为大陆根本没在怕。为什么他们说大陆没在怕？是因为大陆的半导体的出口去年为例来说，大概在450亿美元左右，那不小可是到美国的就22亿。换言之，也就是说，它的半导体很大一部分的并不是出口到美国去。那美国从哪边进口最多呢？当然高端的从台湾、韩国这边进口，可是普遍用的，也就是成熟制成的，它并不完全，大部分都从大陆来，反而是从马来西亚、从越南、从泰国这边进来。所以影响最大的未来可能会是特斯拉或是苹果等，因为大陆如果一旦报复制裁的话，他们马上算出来的认为美国的损失很有可能会高达770亿美元左右。换言之，也就大陆伤害不大，但是美国自伤很大，这就已经不是杀敌什么1000自损800了，而是杀敌200自损2万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大家都认为说，那为什么川普会在这个时候提出来呢？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谈判的策略，就是说，哎呀，我是放在后年显示出我对你的宽厚，可是有人对善意，可是有人认为不是这样子，有人认为说他主要目的是明年4月份他要去北京，要把它变成一个新的谈判筹码，说你要拿什么东西来跟我交换，那不然的话我就要对你从零关税一下子课100%的关税。那我个人觉得，如果川普的团队真的是确定是要这样做的话，那真的是很笨，因为大陆没有在怕，你在怕，大陆反过来跟你说你要拿什么条件来跟我换，可以反杀。对，谢大使怎么看？对，其实这个晶片进口税的问题，川普讲了很多次了，他也认为是所谓关税都是万灵，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你现在要把晶片把它这个整个的移到产业，美国课关税原因就是要把晶片产业移到美国去生产。那现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台积电已经被美国绑架到美国去生产了，它很多晶片可能在年底或明年就可能在美国就可以生产了。那所以他就没有必要用这种高关税来把这个制造业移到美国去了。他已经用其他的手段，就是强盗的手段，已经把这个台湾的这个晶片生产业抢到美国去了。所以这个关税是不是还有必要呢？
另外就是说，任何的关税，你只要把它加上去了，都反价在你自己本身的这个产业链的生产过程中。所以我觉得，除了跟中国大陆要作为一个明年4月的一个跟大陆谈稀土的一个相对的一个筹码之外啊，事实上我觉得美国各个行业，包括他们的，尤其他们的商业部还有各个产业，应该内部的阻力也蛮大的。不希望就是说这些海外进口的晶片因为增加这个关税以后造成美国自己国内的相关产品的上涨，因为美国这个现在会运到大量的晶片生产的晶片产品，大概就是汽车制造业了，因为车用晶片是现在还是一个大量在使用的。当然军事的武器也需要，可是军事武器更需要的是属于高端的晶片可是一般的车用晶片这些大量使用的话，你如果课了税以后，美国的汽车工业它的成本又要增加，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整体它的一个对它产业的冲击利弊对它经济整体来讲是利弊得失，所以它基本上川普说留一手2年以后再说，可是事实上我觉得他还是经过整个的精算的了。不过现在就是说，像大疆他们现在要开始去这个限制，其实大疆并没有什么主要的国防安全上的考量，主要大疆事实上在这个产业上让怎么讲，已经产生了全球性的这种几乎不能说是垄断，主导。其实你今天不管你去新加坡，你去亚洲很多城市你在它的这个所谓的机场免费商店你都会看到大疆的招牌在那个地方。所以大疆已经在这个产业上已经变成国际性的最具竞争力的产业。所以美国现在主要是要打压大疆，希望它能够怎么样不要有现在这么高的地位吧。好，舰长怎么看？凡是竞争不过中国大陆的，就说有维安疑虑。那个无论是我们讲到港口的龙门吊，或者是我们现在讲到的大疆无人机，都是如此啊。那我们讲到大疆无人机，我们又讲到这个有关于巡弋飞弹，它主要使用的是这个稀土的山那这一切告诉我们什么？这一切告诉我们，其实现在人类的社会的这个产业正进入一个改变。也就是以往的经验呢，并不代表你未来可以持续靠这样继续活下去，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斩杀线的存在。也就是如果你一直停留在过去，你就会被斩杀，也就是原来你是中产阶级，然后你就会沦为我们讲的那个中低收入户那美国我们看到这《华尔街日报》他对于中国大陆有很多的批评他说什么中国自行研发的电动车驶过的是空无一人的公寓楼，我不知道他到底开去哪里那我自从去过珠海航展之后，我去过珠海、深圳、福州、大连、长沙，我完全没有看到他讲的这些状况所以你不能以偏概全，你不能用你看到的一点来诠释说整个中国大陆都是如此。而且你美国有好到哪里去呢？因为斩杀线的关系，所以你才这么多人，因为反正努力也换取不到工资，然后也无法真正的糊口，所以就开始搞什么？搞吸毒不是吗？所以你才进了这么多芬太尼，然后怪东怪西的，其实不就你自己爱吸吗？你如果不吸的话，不就没事了吗？那另外我们讲到说有关于这个薪资的部分那现在就是我们讲《华尔街日报》他说经济千疮百孔。一定有我们的观众会认为台湾状况很好吗？是这样吗？根据主计总处刚才公布的一个资料，也就是2024年去年受雇员工的平均薪资高达73.2万，这个是年收入我请问大家，到底有多少人达到这一个门槛？那是因为我们高收入的人太高了，所以才造成这样的影响但是中位数其实只有54万6千元，那问题是18万6千块的这个差距到底是如何而来的？也就是你能不能够直接的进入这一个产业，或者是跟随上时代，不然的话
就是沦落到中低收入。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来看印度现在最夯什么呢？说是三蹦子。好，大家知道三蹦子是什么？就是三轮车。好，但我们要先看到哦，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关税飙升到50%哦，仍难取代。所以哦，这印度的玩具制造商陷入一个成本的困局。先看到玩具哈，因为根据最新的报道说，2025年美国对中国玩具课征的关税哦，最高是达到50%，那最终水准大概落在47%左右哈。以使得中国玩具的价格平均上涨了大概是30%，所以在成本压力之下，美国零售商就要寻找替代来源。那印度原本希望借此来扩大全球的市占，但是因为自身的制造成本也偏高，那没有办法如期的填补市场的空缺。那印度政府从2021年就推动一项计划，这叫做生产联结激励计划，希望促进国内玩具的生产，然后呢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面对中国业者竞争哦，印度玩具出口的成长在2025年，就是今年初开始出现了停滞。好，但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三蹦子哦，现在奥迪居然推出了电动的三蹦子，好，仅售1.2万哦，出厂自备雨棚，合法上路也不怕查。那这个手上的雅迪不香了。好，那这当然这个是1.2万的人民币啦，被视为豪车代表的奥迪，哇，居然曾推出了电动的三蹦子。那现在也有宣传片啊，说真的是奢侈品的大片啊，外国网友笑到劈腿哦，说神评论倒车请注意。我们大家看一下哦，这辆电动三轮车以环保、创新、实用为核心，性能、续航力都很好，然后应对各种狭窄的道路。有网友是说很想在美国买台三蹦子，对生活来说这 CP 值很高，那想把副总统范斯哦说放进这个电动三蹦子的后车厢当中。好，但是美国也开始有人说，这个三蹦子会不会有国安问题？看什么都要抓进国安的这个标签。那印度企业家啊，则发现说啊，其实仅用1天的时间，他就走访了中国的3个城市，有4家工厂。那他说有非常高效的基础建设跟设施。那他说啊，从香港搭乘火车，从8点20早上前往中国，随后在3个城市、4个不同的工厂举行会议，晚上6点半就可以返回香港了，代表这个速度很快啊，一日哦好多程哈，双程、4程。好，那印度博主暗赞说，中国的发展速度啊，像坐火箭一样。这是印度的哲学家，他有讲说啊，事实上在80年代中期之前，印度在人均 GDP 方面是领先的，但是发现啊，中国一直沿着一条路飞速的前进，但是这边他们却停滞不前。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GDP. In fact, India was ahead till the mid-80s in terms of per capita GDP. Then we find China speeding along one road and India languishing behind. Today they stand at 18 trillion. We are at 4 trillion. In per capita terms, they are ahead by 5 times, right? 好，那中国跟印度之间是不是关系又和缓呢？因为说相继简化了签证的申请流程，那大家就拿来中印还有中日做比较，发现中印降温的速度比中日还要更快。那现在美国跟印度的关系呢，似乎又产生了一些裂痕哦。说川普跟莫迪的友谊为何正在走向终结？分析人士说，莫迪其实对川普不信任，而且开始怀疑美国在对华战略上面，在多大程度上面可以成为可靠的伙伴。所以现在2个人这个关系真的是一下好一下不好，像这个国小同学在吵架一样。那美国想向印度出售转基因大豆和玉米，但是农民很担心贸易战的出现。那印度的政党胜选啊，很棒很棒，支持者撒了彩粉来庆祝。我们看到演变成自焚案件啊，为什么啊？因为他们的这个彩粉。这个是彩色烟雾剂和粉末，疑似因为使用了这个气体不慎引发了火灾，造成了16人受伤，还包含了当选的议员啊，真的是不幸的事件。好，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也就是印度现在想要在制造业上面获得一些先机，但似乎看起来没有办法。我们先问赖教授。
对，先简单的讲一下那个粉尘事件这个真的是很危险这个要特别留意。我们在台湾也发生过，是也发生过一个悲剧，尘爆对，那个也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看起来那些烟雾很漂亮，但是危险因子很高这个一定要特别留意跟小心。我觉得三蹦子在大陆，如果我观众朋友有常到大陆去旅游，到乡下去，您会常常看到有三蹦子，非常好用，因为那是农村。其实我就想起我小时候，我在南投因为我是南投人，所以在乡下那我们有信义乡，有仁爱乡，那都是这个比较农业原住民的开发区那个时候我们有一种也是像三蹦子一样的车子，我们把它称之为经国车。那个时候就是蒋经国先生当行政院院长的时候他要求这个我们的农发会就是农复会，他们要为我们的农民做很多的服务。那研究出产业道路都很小嘛，那产业道路很小，所以就设计了很多这种后来我们在大陆所看到的三蹦子，其实更早在台湾就已经有了。那我们那时候在乡下的时候，我到那个仁爱乡或是信义乡的时候，常常看到他们在那边开，他们都说这是经国车，因为那是经国先生为他们设计的，那很适合在这个山区里面的产业道路行走，非常便宜，非常好用，然后又很实用。那我觉得美国会流行，是因为美国有很多小社区 community 嘛。那他们本身到大卖场去买东西，这种最好用因为他们通车，你开个车，然后你用这个三蹦子或者是现在有奥迪版的更加的这个高档一点然后用充电的，你想想看，我觉得对于当地的社区的居民来讲是非常好用的。中印的关系因为过去大陆的民众到印度去观光旅游的，每一年平均下来都有33万到34万人左右。后来印度因为边界的冲突以后，印度就把航线关了那关了以后，我们看到大陆的观光旅客就大量减少，现在大概就是商务活动的大概就2-3万人。那现在印度也发觉，就是说这么多年下来对印度没有利，所以印度也愿意缓和，所以签证也在更加的方便了，商务签证也更加的方便，航线也一条一条在开。那也就是说中印的关系慢慢的在升温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好事情。那当印度人跑去大陆的时候，发现就是说大陆的基础建设怎么会快成这个样子？坦白说，大陆的基础建设可能是全世界更快的，而且还要再更快。例如说，我们看到广东这个地方的可能会成为一个高铁大省了，它会超过山东，会成为高铁大省。主要的就是要跟粤港澳整个大三角区整个都联合起来的时候，我个人认为高铁会成为中国大陆的一个普遍的民众的使用的交通工具。在我们来讲都觉得哎呦好高级高铁，可是以后在大陆只是普通的一种交通工具，因为目前来讲他们已经要研发到600公里的时速，那这不得了那商务的平均使用的商用的大概在450公里，这不得了我们在台湾跑不到300嘛，就碰一下就回来了。那大陆你看，如果450或者600，那交通就更加的便捷了。是，郝大使怎么看？对，大陆那个基础建设真的是让人非常这个惊讶我这几年去大陆时间次数比较多，我每次坐高铁不管是在长三角坐还是在四川，还是从北京坐到这个上海，几乎班班客满，对，就没有每一班都是满的，而且它这个因为路线很长你这个位置人坐到站下站以后然后就有人补这个位置，所以它是非常使用率非常高的，而且大陆的这个铁路运输十分的发达。它每个地方你去看它那个铁路的车站都是巨型车站，所以你要去坐大陆的铁路，你一定要早一点进去，因为你从这个门进去走到那个门，你可能要走15分钟，走路就走这么多，很大，非常的大。然后他从他在这个进门口再走到那个叫什么月台也要走蛮长的，就都非常的大，但是很有效率，很有效率，基本上不会误，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发达的一个铁路系统。
那讲到这个印度啊，印度人真的是全世界可能是自我感觉最良好的这个国家一样，他们常觉得自己国家最强，哎，他们人最聪明，他们印度是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所以现在他们开始啊去讨论中国大陆为什么比他们强，这对他们可见已经多大的冲击了。我大概10年前比较常去印度，那时候印度他们有这些啊，有这个理工学院，他比如说这个巴尔加尔，哎，很强啊。这些理工学院的这些教授呢，都认为我们印度是最强科技强国，什么都最强。常常看学生呢不认真念书，就用一句话勉励他们说：“你们啊，大家要好好用功啊！你们如果不用功的话，我们印度就被中国赶过去了。”所以你要去印度看满街乞丐，然后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基础建设，可是他们的自信心有这么高。那不过现在就是说这个纸的墙被他们戳破了，所以你看印度每天都在讨论为什么中国比他强，你会觉得蛮好笑的。好，舰长怎么看？我跟大家报告啊，那个不念三蹦子，叫做三崩子。因为我之前也是在那个节目上面谈这个三崩子的问题，然后结果呢被我们这个大陆的观众呢各种指点啊、纠正啊。三崩子，三崩子。那其实呢，三崩子还有另外一种形态叫老头乐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价钱，如果跟刚刚讲的奥迪版都只有12000块人民币的话，那如果卖到台湾来啊，那大家一定都齐疯了。那为什么？因为真的很方便啊。那刚刚无论是赖老师或者是大使啊，那跟我们交换了非常多在大陆的心得。其实我个人的观察是这样的，也就是跨区，例如说，如果你是南方往北方走的话，对不起，你还是要坐飞机啊。那如果是省际之间的话，坐高铁。那如果是周边的城市的话，坐动车。那如果是在市区内的话，小电驴也不错。小电驴其实就是我们的电动摩托微型那个电动摩托车啦。那小电驴也不错，不然就是三蹦子。不过三蹦子好像是城市的某些路段是不行的哦。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很了解说中国大陆它的这样的一个出行的方式的话啊，那其实是很方便的。我们以前每一年就是春节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中国大陆啊，就是在放年假之前的春运，也就是最大的一个那个人际的一个人流移动，对移转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非常多的人。现在没有那么多人了，为什么？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这样。透过不同的交通工具转运之后，其实没有那么多人了。那另外呢，我们讲到说印度的话，大家还记得甲亢解吗？我们大家都快淡忘了，对不对？它已经快要慢慢淡出我们的一个那个眼界。为什么？因为他之前不是去了一趟中国吗？他终于看到中国是长什么样子，所以他在节目上面不会再这么崩溃，那一天到晚都是中国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但是现在印度遇到的是什么问题？也就是印度跟美国之间的问题。那印度跟美国呢，其实怪也就怪在这个俄罗斯卖了太便宜的这一个石油啊，那让川普他把这个关税从25%拉到50%。那现在呢，其实我们来看到这个莫迪老先啊，他以前啊，他都跟那个川普是各种的好啊，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了谁跟谁好啊，那通通都是场面话。真正最重要的是国家利益到底在哪里。